If you want to sell some hydrogen-powered units, it's as simple as installing the other version of the engine. 在汽车工业的宏伟画卷中，康明斯犹如一位行动果敢的巨人，正以一系列前瞻性举措引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浪潮。这家公司大胆地将目光投向轻动力引擎，希冀以一种更为清洁、更具环保效益的替代方案，逐步取代在重型机械领域具统治地位数十年的传统柴油引擎。长期以来，柴油引擎一直是重型机械领域的核心驱动力。然而，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觉醒和相关法规的日益严苛，一股转向氢能的趋势正在悄然兴起。这或许将标志着柴油引擎统治时代的终结。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何康明斯这家在柴油领域拥有显赫地位的行业巨头会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氢能的浪潮之中？柴油引擎时代的变迁。1个多世纪以来，柴油引擎一直是全球重工业的生命线。无论是工程建设中忙碌的车辆，还是广袤田野上辛勤耕耘的农用机械，都离不开柴油引擎所提供的强大动力。它早已成为力量、耐用和可靠的象征。正是柴油引擎为长途跋涉的重型卡车、耕耘土地的拖拉机以及建设城市的挖掘机注入了澎湃的能量。在那些对持续强劲动力和稳定输出有着极高要求的行业中，柴油引擎始终是值得信赖的首选。康明斯这家凭借柴油技术起家的企业，无疑是该领域内的关键参与者。他们打造了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柴油发动机，其中就包括备受赞誉的公羊2500匹卡所搭载的6.7升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多年来，康明斯凭借其卓越的耐用性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其引擎以能够承受严苛的工作负载并持续高效运转而闻名。如今的燃料系统压力已高达2400巴，这不仅保障了对颗粒物的有效控制，还显著提升了燃油效率。康明斯因此赢得了卡车司机、农民和建筑工人的共同信赖。然而，柴油机所处的运营环境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全球各国政府正不断加大对工业领域的环保压力，要求其显著降低碳排放。尽管柴油发动机以其强大的动力著称，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它会排放多种有害污染物，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碳以及细微颗粒物、烟尘。这些污染物是导致空气质量恶化、气候变化以及公共健康危机的罪魁祸首。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排放物不仅对环境造成损害，更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柴油机污染者的形象正引发环保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日益强烈的关注和压力。英国、法国乃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都在积极推行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这使得柴油机逐渐退出主流应用。例如，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已经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计划在2045年前全面淘汰柴油卡车和公交车。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日益增长的担忧，其结果是柴油正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政府法规的日益严苛，另一方面是公众舆论正逐渐远离化石燃料，转而支持更为环保的替代方案。随着对更清洁、更可持续的能源选择需求的增长，汽车制造商和发动机制造商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对柴油的依赖，这直接催生了电动汽车、轻动力以及其他替代燃料的快速发展。尽管电动汽车在乘用车领域取得了稳步进展，但对于卡车、拖拉机等重型应用场景而言，仍然需要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案。纯电动卡车虽然前景看好，但由于续航里程、充电时间以及载重能力的限制，难以满足长途运输的需求。那么，未来的解决方案在哪里？氢能已经崭露头角，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与电动汽车不同，氢燃料发动机既能满足重型应用所需的强大动力，又避免了柴油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氢能的燃烧过程非常清洁，唯一的副产物是水蒸气，真正实现了零碳排放、无烟尘，是一种纯净的能源。这使得氢能成为柴油极具潜力的替代方案，尤其是在动力和续航至关重要的行业。氢燃料燃烧后仅排放水，从而彻底消除了碳排放。此外，氢资源储量丰富，易于生产和储存，这使其成为未来交通领域极具吸引力的选择。这场以氢能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有望重塑整个汽车及相关产业的格局，而康明斯正积极布局，站在这场革命的最前沿。对于这家以柴油技术起家的企业而言，此举无疑是一项大胆的突破。这一举措不仅是对时代变迁的积极回应，更是对更清洁、更绿色解决方案的坚定拥抱。真正引人深思的是，正是这家曾经缔造了柴油王国的企业，如今却将目光坚定地投向氢能。这似乎在预示着重型动力未来的燃料可能不再是柴油。那么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康明斯的转型？是什么促使这家在柴油领域称霸数十年的企业在此时此刻选择拥抱氢能？
康明斯大举进军氢能领域，对于像康明斯这样一家以100年柴油机技术闻名于世的企业来说，转向氢能动力的决策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数十年来，柴油机一直是康明斯业务的基石，为各种卡车、工程机械乃至农业设备提供核心动力。那么，为何选择在此时转型？为何要放弃这项已经深深植根于品牌基因的技术？答案在于全球需求的深刻变化。随着全球范围内对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声持续高涨，传统的柴油发动机尽管拥有强大的动力和可靠性，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这不仅关系到更清洁的空气，更与各国政府，特别是欧洲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实施的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息息相关。转向氢能正是康明斯积极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举措。他们不仅致力于在不断演变的市场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更立志于引领整个行业迈向一个更清洁、更可持续的未来。这场氢能革命中的明星产品是康明斯升级版的 B6.7 发动机。这款曾经为 Ram 2500、3500及4500系列皮卡提供强劲动力的引擎，如今却焕然一新，不再依赖柴油，而是改用氢能驱动。B6.7 氢动力引擎保留了使其成为重型应用首选的核心特性：卓越的可靠性、强大的高性能以及出色的耐久性。而通过采用氢燃料，这款引擎实现了真正的零排放。我们的彼得比尔特579卡车搭载的康明斯 X15 发动机能够输出高达450马力，而此次变革的核心不仅仅是燃料的替代，更在于打造能够持续承担重载任务的车辆，同时彻底避免困扰柴油机多年的环境问题。该氢燃料发动机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于它能够无缝地适配现有的柴油动力体系。氢内燃机 HYSE 与传统的柴油机在基本结构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可以兼容现有的卡车变速箱、零部件以及维修车间。这种高度的兼容性使得氢能转型变得更加平滑和便捷。对于日常高度依赖柴油机的行业来说，这并非一次需要彻底改造整个系统的变革，而仅仅是简单的更换燃料，整体配置的调整非常小。此外，氢动力引擎还具备更快的加注时间优势，相较于需要数小时充电的电池电动汽车，氢燃料加注站仅需几分钟即可将卡车的燃料箱充满，其加注速度与传统的柴油引擎相当。这使得氢动力车辆更适合长途运输及其他重型应用场景。在这些领域，车辆的停机成本往往非常高昂。氢动力卡车的长续航能力是其区别于电池电动车的关键优势，后者在重型应用中常常受到里程限制的困扰。康明斯对氢能的投入不仅仅局限于发动机的研发，更是一项宏大的战略举措，旨在构建一个完整的氢能生态系统。公司正积极投资于氢气的生产、储存以及加注基础设施，以确保氢动力车辆能够拥有完善的配套支持体系。这种整体性的策略充分认识到，要使氢能真正成为主流的解决方案，从生产到加注的整个供应链都需要进行全面的开发和规模化。通过在该生态系统中扮演核心角色，康明斯正将自身定位为不仅是氢燃料发动机的制造商，更立志成为氢能革命的引领者。B6.7 氢燃料发动机仅仅是康明斯氢能征程的起点，该公司已经将目光投向更大功率的氢燃料发动机，目标是应用于更为重型的应用领域。专为长途运输及大型农业机械设计的 15LX15H 发动机将直接挑战传统柴油机在这些领域的统治地位。凭借超过500马力的功率和高达1200牛米的扭矩 X15H 发动机，既能满足重型应用所需的强大动力，又能以氢气为燃料实现零排放。早期的测试表明，这些发动机不仅动力强劲，更具备出色的可靠性和高效性，能够完全替代柴油发动机，同时保持甚至超越其性能。向氢能的转型不仅仅是简单的替代柴油，而是提供一种能够让氢能无缝融入重型机械领域的解决方案，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现有产业的冲击。B6.7 和 X15H 等氢燃料发动机既能满足行业对动力、效率和耐久性的传统期待，又拥有更为清洁的环保足迹。氢能转型正蓄势待发，它将重新定义重型卡车、拖拉机及工程机械的性能边界，提供兼具强劲动力、可持续性与未来适应性的理想解决方案。然而，这场氢能转型对柴油产业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氢能能否真正取代重型应用中的柴油发动机，还是说在实现主流化应用之前，仍然存在着亟待突破的障碍？谁在为氢能助力？当康明斯将目光投向氢能时，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随之浮现：还有谁将加入这场变革？
这不仅仅是康明斯内部的转变，更像是在长期依赖柴油发动机的各个行业中正在扩散开来的一圈圈涟漪。氢能不仅仅是一种新型的发动机技术，更是一场驱动全球运转的产业在能源驱动理念上的革命性变革。康明斯绝非一洞察到氢能发动机巨大潜力的企业。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哪些关键玩家已经加入了这场变革。Ryder System 这家大型的运输企业租赁公司，以及知名的农机制造商 Versatile Tractor Corp 多功能拖拉机公司均已签约采用康明斯的氢燃料发动机。这些行业领头羊的选择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他们已经准备好拥抱氢能，并逐步减少对柴油的依赖。在运输和农业等对动力与可靠性至关重要的行业，对氢动力引擎的需求正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氢能不仅更为清洁，更是一种比柴油或天然气更具可持续性的长期解决方案。对氢动力车辆的需求不仅仅源于环保考量，更关乎长期的成本节约。虽然柴油引擎的初期购置成本可能相对较低，但其长期的运营成本却更高，包括不断上涨的燃油价格、高昂的维护成本，以及为了满足日益严格的排放标准而产生的额外费用。而氢能则在保持高性能的同时，提供了一条降低排放的有效途径。随着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和规模经济效应的显现，氢气的价格预计将会显著下降。一旦加氢站的基础设施得到更广泛的普及，氢能有望成为一种具有成本竞争力的燃料。这对那些寻求业务未来保障的车队运营商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观察卡车运输与农业领域氢能应用的推进态势，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日益凸显。长期以来一直依赖柴油的农户正逐渐认识到氢能发动机的多功能性。康明斯氢能发动机在农机领域的应用，标志着农业领域的深刻变革。这些氢动力引擎能够提供农民所熟悉的同等动力与可靠性，同时还具备零排放的附加优势。对于这个因环境影响而日益受到审视的行业来说，氢能提供了一个急需的解决方案。在卡车领域，主要的车队运营商已经开始积极采取措施，以减少自身的碳足迹。特斯拉和尼古拉等公司凭借其电动和氢动力卡车频频登上新闻头条，而如今康明斯也加入了这场竞争。尽管电动汽车在乘用车市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在重型卡车领域，电池电动解决方案仍然面临着续航里程、有效载荷以及充电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挑战。然而，氢能凭借其长续航里程、快速加注以及强大的动力等优势，能够更好地满足卡车车队在日益重视环保的世界中持竞争力的需求。全球各国政府在这场变革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对柴油排放法规的不断收紧，车队运营商正受到越来越大的激励去采用更清洁的技术。欧盟已经承诺在2035年前逐步淘汰内燃机车辆，而美国也有多个州正在推行类似的法规。氢能转型不仅仅是由私营部门所推动的，公共政策也正在加速这一进程，旨在构建一个更清洁、更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网络。然而，当行业正缓慢却坚定地拥抱氢能之际，阻碍氢能广泛应用的核心障碍是什么？康明斯及整个行业必须克服哪些难关，才能真正让氢能成为未来的主流燃料？氢燃料引擎背后的技术在重型发动机领域性能与可靠性至关重要。数十年来，柴油发动机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主要归功于其无可匹敌的动力和卓越的耐久性。柴油机以能够承受巨大的负荷而闻名，可以持续长时间的运转，为卡车、运输、建筑工程、农业作业等高强度行业提供了所需的强劲动力。那么氢能能否与之比肩？能否提供与柴油机世代传承的同等动力与可靠性？让我们深入剖析康明斯氢动力引擎的核心技术，并将其与传统的柴油引擎进行对比。康明斯氢引擎的关键技术突破在于其燃烧室的设计。燃烧室是引擎的核心部件，燃料与空气在这里混合，经过点火产生动力。氢燃料的挑战在于，虽然其燃烧过程非常清洁，但需要极其精确的条件才能达到与柴油同等的功率输出。氢的能量密度低于柴油，这意味着它的燃烧特性有所不同，需要专门的工程设计来确保最佳的性能。康明斯的工程师们设计了一套先进的氢燃烧系统，该系统能够以高效且极快的速度燃烧氢气，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功率输出，同时确保实现零排放。以 B6.7 型氢发动机为例，其精密设计的燃烧室能够在精确的时间以恰当的剂量喷入氢气，从而实现高功率输出。
并且完全不产生与化石燃料相关的传统排放物。该设计使得这款发动机能够产生超过500马力的动力，性能与同级别的柴油机相当，而唯一的排放物仅仅是水蒸气。康明斯氢能技术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其燃料系统，氢内燃机需要配备专用的喷射系统，这是因为氢能的密度较低且燃烧特性独特。康明斯研发的先进氢燃料喷射系统能够优化燃料与空气的混合比例，确保氢气能够高效且完全的燃烧，从而保证发动机在各种工况下，从怠速到全油门都能够提供稳定可靠的性能。除了燃烧系统和燃料系统之外，康明斯还致力于将氢能技术与现有的卡车系统进行无缝集成，包括变速箱、冷却系统乃至排气系统。氢燃料发动机的一大优势在于其设计可以兼容柴油发动机所使用的现有基础设施，这意味着氢燃料发动机无需对车辆的传动系统或变速箱进行大规模的重新设计，从而使得向氢能的过渡更加便捷且更具成本效益，无需彻底改造整个系统。将氢能整合到现有的卡车设计中，意味着车队运营商可以保留现有的车辆和维护流程，同时享受到零排放氢能驱动所带来的诸多优势。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极佳的过渡性产品，它将有助于我们逐步建设部分氢气储存与制备基础设施，从而降低企业转向氢能的准入门槛。他们可以继续使用现有的加氢站、维修车间及零部件，但他们的卡车将改用更为清洁的燃料。因此，氢能为那些高度依赖柴油动力车辆的行业提供了一条更为平滑的转型路径。该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同样值得关注。康明斯已经开发出了适用于中型和重型应用的氢燃料发动机。B6.7 氢燃料发动机专为轻型和中型卡车进行了优化，而 X15H 这款15升的氢燃料发动机则面向长途运输和重型机械领域。这种可扩展性使得康明斯能够服务于广泛的行业领域，从城市配送车队到最严苛的长途运输路线。更大的 X15H 发动机目前仍处于研发阶段，有望提供超过500马力的功率和高达1200牛米的扭矩。在许多长途运输应用中，其性能可以与顶级的柴油发动机相媲美，甚至超越 X15H 发动机，是康明斯长期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旨在取代重型应用领域的柴油机。该发动机的研发目标是满足卡车行业对动力和耐久性的严苛要求，其扭矩和牵引力将媲美目前市场上顶尖的柴油机，但却没有任何有害排放。随着加氢站的日益普及， X15H 发动机正蓄势待发，有望成为长途卡车运输迈向更清洁、更绿色未来的关键力量。康明斯不仅致力于生产氢燃料发动机，更在氢能基础设施领域持续投入，这对于氢能动力车辆的广泛应用至关重要。尽管目前氢燃料加注站相较于柴油加油站仍然非常稀少，但康明斯正与政府部门、行业伙伴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紧密合作，以加速建设氢燃料补给网络体系。这包括扩建氢气生产设施、储存罐以及加氢站，从而助力车队更便捷地采用氢能技术。尖端氢能燃烧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布局，使得康明斯在氢能转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在积极开发发动机，更在努力构建支撑氢动力车辆运行的整个生态系统，这是关键的一步，能够使氢能真正成为重型车辆领域一种可行且可持续的燃料。尽管康明斯氢能发动机本身表现出色，但与传统的柴油发动机相比，从柴油转向氢能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在成本和性能方面，需要什么才能真正说服卡车行业迈出这一步？氢能的经济性和实用性氢动力发动机为传统的柴油动力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替代方案。但有一个关键问题始终困扰着所有人，它的成本究竟会是多少？尽管氢能技术的前景广阔，但目前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氢气的制取成本、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车辆的集成，共同推高了氢动力引擎的整体采用成本。尽管康明斯通过尽可能的利用现有部件以及采取渐进式的氢能转型策略，在成本控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技术和经济壁垒。首要的挑战在于氢气的生产成本。目前，氢气主要通过蒸汽甲烷重整法 SMR 生产，然而 SMR 并非一种清洁的工艺，因为它仍然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更清洁的制氢方式是电解法，即利用风能或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所产生的电力，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这种生产方式更为环保，但成本也相对更高。氢气的成本是制氢动力车辆能否在价格上更具吸引力，并与柴油发动机展开有效竞争的主要障碍。目前，氢燃料的价格通常远高于柴油，这种价格差异使得企业难以轻易证明转换燃料的合理性，但希望依然存在。随着氢气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显现，其生产成本有望逐步降低。
全球各国政府也已经开始对氢气生产进行大量的投资，这将进一步推动长期的成本下降。其次是加注基础设施的问题。虽然氢燃料补给站正开始在一些关键地点陆续出现，但其数量仍然非常有限且分布分散。要使氢能真正成为重型卡车的可行燃料，必须建立一个广泛而可靠的补给站网络，这需要政府、汽车制造商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康明斯凭借其与卡车行业的深厚渊源，处于一个独特的优势地位，可以积极引领该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氢能车辆能够获得所需的加注服务。然而，即便面临着这些挑战，氢动力车辆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依然显著。诸如 B6.7 和 X15H 等氢燃料发动机，预计将实现与柴油机相当的运营成本，同时还具备零排放的附加优势。虽然氢燃料的初期成本可能高于柴油，但从长远来看，通过减少排放、规避潜在的罚款、降低燃料税以及政府对绿色技术的激励措施，都有可能使氢能在未来成为更具成本效益的选择。氢能的另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可扩展性。康明斯正在开发的氢动力卡车旨在能够无缝地集成到现有的卡车车队中，这意味着车队运营商无需对现有的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造，即可实现向氢能的转型。氢燃料发动机能够兼容现有的变速箱和传动系统，这大大降低了技术采用的成本。成熟的技术体系以及氢燃料发动机相对较低的维护需求，使得卡车企业能够更轻松地完成转型，而无需承担巨大的额外成本。此外，氢燃料还有望稳定燃料价格，氢气的生产可以实现本地化，从而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并缓解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这对于卡车运输等行业尤为有利，因为在这些行业中，燃料成本往往占据了运营支出的很大比例。采用氢能后，车队对燃料成本的掌控力将得到增强。从长远来看，这能够带来更强的财务稳定性。综合以上这些优势，氢能似乎确实是重型发动机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柴油机的持久力又如何呢？它真的能够被轻易取代吗？或者说，氢能的前景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氢能普及面临的障碍与挑战。尽管氢能发动机为清洁且可持续的重型运输描绘了美好的前景，但其发展道路上仍然布满了挑战。康明斯正积极引领氢动力发动机技术的发展，但要使这项技术真正腾飞，并在各个行业取代根深蒂固的柴油发动机，还需要跨越重重障碍。这些挑战不仅限于技术层面，更涉及经济性、基础设施配套以及相关的法规政策。让我们深入剖析一下可能延缓氢动力发动机广泛应用的关键阻碍，以及行业，特别是康明斯正在采取的应对措施。基础设施建设是首要且最显而易见的挑战。柴油发动机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在此期间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加油站网络、维修网点以及零部件供应体系。柴油燃料便捷可靠，几乎遍布全球的每个角落。而氢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加氢站的数量稀少且分布零散，尤其在卡车和重型机械使用频繁的农村或欠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建设覆盖广泛的加氢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巨大的投资。氢燃料加注站的建设成本高昂，并且需要新建输氢管道、储存设施以及加注设备。政府、私营企业与汽车制造商需要通力合作，才能逐步构建起完善的氢能加注网络。但令人欣慰的是，欧洲以及美国的某些地区已经开始大力投资于氢能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美国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向氢能枢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扩建加氢站。这对于推动氢能车辆成为商业上可行的方案至关重要。氢气的生产成本是氢能普及的另一个重大障碍。尽管氢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但以清洁且经济高效的方式生产氢仍然是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目前，大多数氢气仍然通过蒸汽甲烷重整法 SMR 生产，这种方法并非完全清洁，因为它仍然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更为清洁的制氢方式是电解法，即利用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将水分子分解为氢和氧。然而，电解过程目前的成本仍然较高，由此生产的氢气比天然气制氢的成本更高。氢气的成本是制氢动力车辆能否实现更实惠的价格，并与柴油发动机展开有效竞争的主要障碍。目前，氢燃料的价格通常远高于柴油，这种价格差异使得企业难以轻易证明转换燃料的合理性，但希望仍在。随着氢气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逐步显现，其生产成本预计将会逐步降低。氢气的产量和消费量越大，生产成本就越低。随着需求的增长、电解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方法的优化，氢气成本有望在未来逐步下降。供应链与储存难题也是制约氢能发展的关键因素。氢气作为一种轻质气体，在自然状态下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储存，
除非采用高压储罐或低温储存技术。这些储存方案的成本都相对较高，这将进一步推高整车的价格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的成本。尽管氢气储存技术正在不断进步，但其效率和成本效益仍然不如汽油、柴油等传统燃料，这是氢动力汽车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才能与传统燃料在便捷性上展开竞争。此外，氢能的能量密度远低于柴油，这意味着氢燃料车需要配备更大容量的储罐，或者更频繁地进行加注。尽管加注过程本身非常迅速，但单次加注所能提供的续航里程目前仍然低于柴油卡车。然而，随着储存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氢燃料能量密度的提升，这些挑战有望得到逐步克服。公众认知与行业抵触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挑战。柴油作为行业标准已经超过1个世纪，对于卡车及重型机械领域的从业者而言，柴油引擎代表着可靠性和耐久性。要说服企业放弃已经非常熟悉的柴油技术，转而投资于氢能这种相对陌生的新技术，可能会面临艰难的推广过程。大多数企业对于转换技术持谨慎态度，除非他们确信该技术具备足够的可靠性、成本效益以及广泛的支持度。卡车行业本质上相对保守，要说服企业采用新技术，除非能够清晰地展示出性能提升和成本节约的巨大优势。尽管氢能的前景广阔，但它仍然属于新兴技术，其长期的可行性尚未通过大规模的应用得到充分的验证。尽管康明斯氢燃料发动机的早期测试结果令人鼓舞，但行业仍然需要见证其在多年稳定运行后的实际表现，才能真正迈出转型的步伐。这正是康明斯等具有良好声誉和丰富经验的企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他们正扮演着建立人们对氢能技术信心的关键角色。监管与政策支持将在氢燃料发动机的推广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美国、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正在积极投资于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并制定鼓励清洁技术应用的激励政策，但大多数进展仍然依赖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明确的政策，以鼓励氢能技术的应用，例如提供税收优惠，对氢能基础设施进行补贴，以及实施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从而推动产业摆脱对柴油的依赖。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为了实现全球气候目标，各国政府正积极激励企业采用零排放车辆，例如氢动力卡车。例如，欧盟已经为氢动力运输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也已经开始推广氢动力车辆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速度和力度将对加速或延缓氢能转型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尽管氢能技术有望彻底改变重型发动机市场，但能否克服发展道路上的这些重大障碍，将氢能从一项有前途的技术转变为行业标准，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重型运输领域氢能的未来，氢动力引擎的未来前景无疑是广阔的，但其发展仍然面临着若干关键的挑战。在未来的10年内，氢气的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行业应用的进展等因素将共同决定氢能是否能够真正取代重型运输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柴油引擎。首要的障碍仍然是氢气的生产成本。随着绿色氢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例如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电解制氢，其成本有望逐步下降，使其成为更经济且更具竞争力的柴油替代方案。此外，加氢站的分布仍然不够广泛，需要建立一个覆盖全面的加注网络，才能保证氢动力车辆的日常使用便利性。对于卡车运输行业而言，氢燃料发动机是否能够提供与柴油机同等的性能和可靠性至关重要。如果氢能够满足长途运输对动力和续航里程的需求，并且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那么它有望逐步取代该领域的柴油。康明斯正积极引领着这场变革，凭借其专业技术不断开发创新的氢能动力解决方案，同时积极推动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氢能有望在未来的重型卡车、牵引车以及工程机械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场氢能转型不仅仅关乎更清洁的引擎，更关乎重塑整个交通运输格局。氢动力引擎能否真正取代柴油，或者说柴油机仍将稳坐行业霸主之位，唯有时间能够给出最终的答案。随着氢能革命的逐步推进，您认为我们是否正站在氢动力革命的临界点，还是说柴油机将继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宰着重型动力领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继续探索汽车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